你好。见过这种药吗？我虽然没见过，但我想我应该知道这是什么。你居然知道？他找到了证物，却没有上缴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可能跟贩卖这个的人有关系？你说的对，我就是在努力保全他。我接到了电话，卖药的人威胁我交出他办案的资料，还说把他的私生子给掀出来。我这才知道，他在外面为了养女人，跟卖药的人勾结在一起。如果这件事曝光了，不但他完了，我们的家也完了，他们警队的名誉也完了。所以你才把小三这件事拿出来闹？我没有闹到他们队里去，我只是想自己把那女人找出来。或许他也知道这件事。再说了，如果他们真要曝光这件事，还不如我先说出来，这是私德有亏，不算公事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人在诬陷苏警官？如果你早点把这些东西交给刑警队的话，也许就会真相大白。我不敢冒这个险。这事是一半一半的。他把药随身携带着，没有上交警队。还有那个孩子，万一是真的，什么都完了。那器官捐赠的事你还有没有？如果他真的吃了这种药，他的器官就是有问题的，不能捐出去害人。但是你不能在没有协助的情况下自己查出来啊！那就让这个案子过去，他的同事会接手这个案子，他也会光荣牺牲，入土为安。我还听说，这个案子的源头可能在国外，要查获可能要等上好几年。如果真的到那个时候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拿走。干嘛？害怕？不想跟他一般见识。哎，来吧，苏警官的资料。认输了？那就是爱情的力量。那是器官的力量。我跟你讲，文宇不完全是因为小三的事情才不签捐赠书的。那个卖药的卖家联系过他，说苏警官跟他们有合作，而且他还在苏警官的口袋里发现了那个特效药。第一，他是怕警队名誉受损；第二，他是担心苏警官真的做出了错事，所以小三的事情只是一个烟雾弹，他只是为了找出真正的卖药人是谁。我觉得查案这种事啊，就不应该给你们女孩，就应该交给我们男人。我可不想听老爷爷说这些男女平权的话，反正话我是带到了，资料我也带到了。辛苦了。哎，我看你的脸今天跟被霜打了的茄子似的，发生什么了？跟爷爷说说。没有，就是有点不开心。不开心啊？既然不开心，那不如我们不是什么？看电影啊？你以为？你以为什么？没以为什么。哎，刚才他看了我一眼。他没有。他看了我，他真的看了。真没有。他用余光看的。哎呀，这帮人简直都疯了，连警察都敢害。这个苏警官一直在负责公交车的案子，小鱼跟他挺熟的，说他正直又善良。你看惯了那么多生死，难得有这样的表情。
为了别人的生死搭上了自己。他如果不做警察的话，别人的生死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哎，等一下，私生子。12月7日在中央大学举办活动，苏家凡带疑似私生子男童参加活动。这警察有私生子？疑似吧。如果找到这个男孩，或许会有帮助的。在大学举办活动，大学里和校园的路段都有监控，我去查查。想什么呢？吓我一跳！我还是觉得有些事情不太对劲。什么不对劲？把笔给我。你看，苏家凡带着疑似私生子来参加活动，然后当天晚上就发生了车祸。然后文宇在取钱的时候发现账户有一笔巨款，而且同时发现她老公每个月都会给某账户打一笔钱。这个时候，文宇又收到了恐吓电话，是跟案子有关的。这几件事情加起来，陈蔚兰、金小鱼，你们在干嘛？小蠢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和情敌做朋友。要是我活得跟你一样开心就好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可以给我看看吗？这写的什么呀？这说的是一个可怜的老婆在她老公发生车祸之后发生的事儿。车祸，发现账户有巨款，老公定期给别人汇款，疑似小三，还收到恐吓电话，得知老公涉嫌违法。哇，一个女人在老公出事之后得到这么多背后的秘密，会疯啊！是啊，会疯。据我所知啊，一些警察，例如缉毒警察，他们对于自己个人信息的保密是很严格的，因为害怕有犯罪分子报复。我知道了。假设苏家凡真的是渎职的话，那为什么这笔巨款会在死后打入他的账户？抚恤同伙？哎呀，你以为谁都像你那么仗义？假设真这么仗义的话，那为什么他们要给文宇打威胁电话，让他交出案情资料？他老婆为什么会有案件资料？他老婆也是警察吗？你看，傻子都知道这事儿不对。不是，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？重点是文宇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案情资料？我觉得这个电话就像是在告诉文宇，你老公有小三一样。谁家犯罪分子这么无聊，还特地告诉他老婆还有小三儿，而且还打一笔巨款？用你的话来说，这犯罪分子家里有余粮吗？说出去都没人信。你一个外人看，你觉得这什么样呢？我觉得这老婆就是在说谎呀。警察就是勾结了罪犯，他老婆怕被查出来，所以胡说八道。他说有人打电话恐吓他，谁听到了？没错，整件事情从头到尾只有账户的余额是清清楚楚存在的，文宇的话根本就没有依据。在外人看来，就是苏家凡有问题。他们想栽赃苏家凡。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案情资料，如果说苏家凡被怀疑的话，那他的办案公正力也会下降，所以他的案子也会交给别人办。这样的话，办案进度就会变得缓慢。老板，怎么了？看饿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对我的宠物有任何的想法。怎么了吧你？要不这样，你换个宠物，我送你一只羊驼。大可不必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资料，事情呢比我们想的要简单一点，但是也有可能更复杂。